豪迈店100名店百选。吃饱了，该开场了吧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nty。我们现在在就是增售马卡利的 Takibi Capjo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体验一下什么叫雪地露营。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周遭的环境吧。现在来到的就是，这现在不是它的 logo， 不是，就是增售马卡利的 Takibi Capjo。那我们今天预约的房间是这个区域，就大概是长这样子，就是帐篷在这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户外的桌椅区，然后车子就是停在这边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帐篷里面长什么。那我们就进来里面啦。那它地板是用木头的地板，这应该可以蛮好隔绝冷空气的。然后这边还有铺了个毛毯，那这边是它的一个木桌，我们等一下晚餐就会在这里吃。然后它这个木桌是可以这样拆掉的。他说就是可以移动一下，睡觉的时候你可能要比较大的空间。他今晚给我们的寝具就是有这些。那枕头的话，它那个枕头套在里面，底下的话就是会先铺一个这种银马斗，就是可以保暖的，然后再铺一下这个，然后还有毛毯、睡袋。好，然后里面的话呢，就是有2张的椅子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台灯，这里有一个小电扇、小的垃圾桶，然后还有暖气。那现在应该是已经运转中了。这上面这个应该是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氧化碳侦测器，不过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啦，因为它的暖气是这边有一个就是它的接管，它的废气是从这边排到帐篷外面，觉得晚上应该是不会冷啊。那我们就先把我们的东西搬进来，打点一下，去逛一下营区，然后这里是厕所，他借什么东西的话都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他著名的。蒙古包，但这个真的太贵了。哦，蒙古包就长这样，里面还有虫的。这是另外一件蒙古包，然后好，这件里面的家具就是咖啡色系为主。这个晚上应该也是有人，因为它要点灯。因为我们是比较低级的。哦，这个还有大萤幕，可以来投影电影。然后这个可能是它一些户外的橱柜什么，那好像跟我之前看其他人介绍有一个不太一样，有可能是因为冬天，所以这个区域完全都没有，就都没有那个了，就没有空间，全部都被雪埋起来。这边是它这里有一个货柜屋，货柜屋在那边，货柜屋看起来今天好像也是有住人。然后我们住的就是这个 Bell Tent， 然后在下面就是露营车。好，撞到，看一下现在几点哦？现在2点40分，那我们准备来吃下午茶。有点意外的就是，他这边比较多，就是基本上都是他帮你传好，所以就是你要自助一些东西的话，反而有一点不方便。就比如说，如果我在露营场的话，我就自己烧个柴，然后就可以马上煮水，用锅子之类的。对，但是他这边就是锅子也要借，然后
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泡斗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别人要热水可能要去它管理洞，管理洞那边应该有。那我们等一下去泡个茶，然后等一下来吃甜点。这个是我们新买的环保杯，当初小时候买来就是要在露营的时候使用，它第一次使用就献给这个赠送的露营场。这个是我们刚刚摘下来的铁网，是我们刚刚已经去管理洞接了一下热水，泡了热茶。然后呢，我们早上去这间巨之安的 Okashino Fuji 买了泡芙跟布丁，然后还有这间高桥牧场的泡芙跟布丁。室外下午茶，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是雪，那后面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等下晚上吃饭跟睡觉的照片。我好像应该要先拍个封面宣传照。你说哪一个？这关还满意吗？开吃。已经一点都不热了，冷超快的。这个比较贵。300块，100。这个，哇，好冷哦！外面真的蛮冷。不行，我们要露营，你要体验的就是户外。这个是高桥牧场的布丁，普通口味最便宜才190而已。哦，这个比较不一样，这个就比较像是市售的布丁。那这个的话就是吃起来口感不太一样，比较像茶碗蒸。其实我们这个都还不错，就是它刚好是在管理洞的正后方，所以晚上如果你要尿尿的话，它非常非常的近，你不用走很远。你都是住那个蒙古包的，我们刚刚有看到在很上面嘛。你要尿尿的话，走很远，而且晚上路又很滑，非常有可能就倒在地上摔倒。今天好像满满的，就是他预约巧克力也要吃掉。1000块。有吗？这个我觉得我蛮喜欢的，它很像他们就是生巧克力的感觉。基本上它不是布丁，它应该是生巧克力。我觉得它完全没有布丁的口感。我的第一名是这个。你的第一名是这个190的哦。如果我觉得以布丁来说的话，这个真的高桥牧场这个布丁非常划算，好吃，190块，然后就是也不会太甜。我觉得它的焦糖跟布丁算是融合的刚刚好，然后口感也很 OK。我也觉得这个蛮厉害的。好，那因为有人说他的泡芙想要吃热热的，那我们等一下会把泡芙拿进去帐篷里面的暖气上面烤。我们就帐篷里面吃泡芙，碎碎的，很漂亮。好，进帐篷。我们现在在营帐里面。好，那现在吃泡芙吧。这是2个泡芙，那这个是好像是什么？Okashi Fuji，就是库江酒，在巨山顶的车站前面。然后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区域非常有名的麋鹿故宫坊。倒出来了，爆浆。我觉得麋鹿故宫坊啊，比起它的冰淇淋，它的布丁和泡芙的等级明显要高出不少。那泡芙的 cream 很好吃，甜而不腻。交换，那我来吃另外一个 Okashi Fuji。我们这样下午茶会不会吃太多？所以我觉得它晚餐的分量应该不会很大。这个呢就是比较脆，然后没有那么厚。它的整体口感吃起来很像小泡芙的放大版，对不对？很像小泡芙的放大版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论你喜欢吃 cream 的话，那就是麋鹿故宫坊。麋鹿故宫坊的 cream 真的好吃。还没有猜价钱啊？价钱？
秘鲁工坊我记得是270啊，是哦，卖多少190。啊？秘鲁工坊这么便宜，190一颗泡芙。你说这个、哦，你说欧巴西夫妻哦，秘鲁工坊190，190也太便宜了吧？跟刚刚那个小布丁一样的钱。那我跟你讲，推荐呐、就是泡芙了。秘鲁工坊，你以后未来如果大家来到秘鲁工坊啊，不要点什么冰淇淋了，重点就是泡芙，190一颗。冰淇淋一支要200多，对不对？280吧，我记得双淇淋280吧，然后2球那个还更贵。大家吧 ，Shoe Cream 就是泡芙，190，超便宜，吃爆它了。现在就是露营最爽的耍废时间啦。如果你一个人出来露营的话，通常大概这个时候还在就是营一定搭好了啦，大概还在设置你的一些道具啊，然后生火道具啊，然后再准备等一下晚上要煮饭啊之类的。我们刚刚进来之后，去附近逛一逛，然后去管理洞借个水，然后跟那边的人，可能我不知道那个是不知道是不是 owner， 我也不确定，反正可能是应该至少一定是管理员，就跟管理员稍微装水的时候聊一下天，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我们就吃个下午茶，现在大概快4点，我们大概1点来的嘛，对啊，就是你如果就不是自己搭营的好处就是东西搬完就开始耍废了。那我们现在要继续耍废，我们晚餐时间是6点，我们就耍废到6点吧。我们现在夜幕低垂，我们里面已经点灯了，大家看一下现在外面，现在大概5点半多，然后基本上已经慢慢天黑了。冰了2罐啤酒在这边，希望等下不会结冰。OK， 我们的晚餐送来了，这是有一个瓦斯炉，对，然后有锅，这叫什么雪见锅，然后餐具类它会放在这个里面，有，然后白饭，他刚刚说白饭也在里面。为什么？应该是番茄汤。番茄汤。哦，那我们锅基本上就在帐篷里面吃啦。外面真的太冷了。本来想说会不会有他来生篝火，然后我们可以在外面吃，但我觉得外面好像真的太冷了。那等一下他如果有来生篝火，我就出去外面拍篝火啊。如果他没有来生，就当做没这回事算了。对，对。其实也吃到一个段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来拿出我们的露营神器，打发时间的神器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哒哒投影机。那等下我们会投影在这个布幕上，接完了之后就可以边吃饭边看影片了。对，一个屌投影方式，我们直接把它投影到外面，超大荧幕。有啊，超大的荧幕，大家看到吗？这边是雪。好，宵夜，刚刚请管理栋帮我泡的，里面正在看电影，我刚好在外面也可以看到。はい。テントのストーブの灯油をお願いします。参ります。タンクは全部交換します。これを重たいですよ。はい。交換しないと灯油が切れてじゃあすみません。はい。ナイス。因为管理栋8点就会打烊了，所以就是他最后在8点之前会来帮忙换一下那个灯油。如果没换的话，可能那个暖气没有办法持续到明天早上。那今天晚上温度大概会在零下7度8度左右。那没有暖气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死在里面吧。OK， 啊，可以开动吃我的泡面了。哇，看这个
个蒸汽，哇，好爽！啤酒应该很冰。露营嘛，还是要在外面吃东西会有 feel 一点啊。哇，爽爽！哦，这个烟真的是看着就爽。因为现在是冬天的关系，所以外面真的超安静，完全没有声音，没有鸟，也没有虫，就这样，就只有我讲话声音。所以我觉得我讲话声音好大声，就真的就一片寂静完全是没有任何东西在发出声音的状况，跟夏天完全不一样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感觉。完食。